Hello， 大家好，本次给大家带来内容警告全网首发版本的一个所有怪物最详细的攻略，你没有听错，包括红衣巨人这些所有怪物的一个最详细的攻略。没有废话啊，上来就整最高难度的怪。这个怪呢叫做闪烁，大家叫它红衣。现在是它的杀人视角，当它盯住你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看我的视频，你会对所有的怪物有一个全新的了解。这个怪有几个阶段，我会仔细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这个怪物是隐身的，当队伍内任何一个玩家看到它，它都会闪烁一下，提示玩家它在附近。提示分为两种，一种是带控制的，一种是不带控制的，而且带控制的没有 CD。当听到 biu 的一声的时候，就是带控制的，记得及时转身。只要在怪物消失之前转身的话，就不会被控制住。现在画面中的人物就是被控制住了，除了除颤仪以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也不能行动。跟放大的区别是，放大的时候，所有人的视角都是不能动的，都会被它吸上去；而没在放大之前就被定身的人，所有人的视角是可以移动的。先说解除方法，再说怪物的放大机制。解除方法很简单，在怪物放大的时候，听到 biu 的一声时，及时回头背向它就可以解除了。这个怪的触发机制其实很简单，当怪周身60个人距离之内，所有玩家都看过这个怪的时候，会有滋滋声的电子杂讯来通知你这个怪要放大了。如果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背向它不看它，它就会停止放大并恢复到隐身状态。如果有任何一个玩家看着它，那么它就会开始放大。一定要记住，之前被控制住的玩家一定要听到 biu 声之后再回头，如果没有被控制的玩家可以提前回头，不然被控制的玩家无法解除定身状态。没被控制的玩家只要背身不看他，或者逃出他攻击范围距离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怪物啊非常简单，只是这个怪物的攻击方式比较复杂，而且遇到它的概率非常的低。下面出场的怪呢叫做耳朵，这个怪呢全身都是耳朵。这个怪虽然攻击力不高，但是我们跑不过它，它走路的速度非常快，它攻击的时候会扑向玩家，并给玩家造成一个击倒效果。它非常讨厌声音，会攻击发出声音最小的玩家。如果玩家的语音声音特别大，它就会抱起耳朵逃跑。很炸吗？我的麦很炸吗？亲，我的麦很炸吗？如果你对你的口才非常有信心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怪说得很抑郁。下一个出场的是巨人，大家看到巨人的时候一定要离他非常远，不要离他太近，不然的话他会飞扑过来直接杀死你。如果你离他够远的话，他不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因为他走路非常慢。如果你离他10个人的距离远，那么他有一定几率会扑向你，但是概率非常低。巨人的伤害是每一下打中你就会扣50%的血，如果第3下打中你的话，还会附带一个击飞效果。所以一定要小心，在外面不要被它击飞到地图之外。这种硬核性怪物出场都带提示音，我们听到提示音小心就可以了。下一个出场的呢是搅拌机，搅拌机呢只会直线冲刺，它撞到东西上呢，它会直接跌倒。它攻击我们直接是扣90%血的，所以伤害非常高。但是相对来说，它也是非常弱小的一个怪，因为只要蹲着，它就打不到我们了，除非它跌倒的时候头撞到我们，也就是说它的搅拌棒碰到我们才会受到伤害。其实他们家族人还挺多的，有电风扇、熨斗、锤子，还有一个吸尘器，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加到游戏里面，我们期待它的游戏更新吗？下面出场的是蜗牛，蜗牛走起路来啊非常的慢，它抓到你之后每秒钟扣10%的血，我们只需要按空格挣脱就可以了，但是它会跟着我们玩家跟很远的距离。接下来出场的小可爱是果冻，我们管它叫水熊虫，因为它长得像水熊虫，它非常的可爱，而且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它唯一的攻击方式就是把我们装进它的身体之后，把我们带到一个随机的地方。这个怪是这个游戏里边唯一一个不能被电击的生物，红衣闪烁都能够被电击，虽然说被电击之后它仍然能够放大，只是倒地上了而已。它走起路来非常慢，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它简直就是福音。如果你在迷宫里迷路了，你遇到它直接装进它的身体，它就把你带出去了。下一个炸弹蛙，它平常走路一跳一跳的，遇到玩家就扔炸弹，炸弹离手后如果一直滚动4秒钟后爆炸，如果炸弹撞到障碍物停止滚动后2秒钟后爆炸，炸弹为范围伤害，正中直接死亡。接下来教的是高端操作，宝宝们请闭上眼睛观看。当青蛙扔出炸弹时，我们背包空一个格子，我们可以把这个炸弹在爆炸之前捡起来放在包里。捡起炸弹的时候一定要记着不要把炸弹捧在手里，这个炸弹有一个规律，就是每一次互动只有4秒钟之后才会爆炸，如果放在包里，只要不拿在手上就不会爆炸，只要在爆炸之前跟它互动就会重置爆炸 CD。 当玩家触碰到炸弹蛙时，炸弹蛙身上就会点火并扑向玩家，3秒钟之后自爆。下一个出场的是刑具铁处女，当任何一个人看见它的时候呢，它都是不会动的，
它的触发机制类似于173，当我们所有人都回头的时候，它就会动起来，而且速度非常快，只要我们背身就会被它抓到里面。这个时候需要队友去解救你，如果1分30秒内他没有赶到解除密码，你就会直接死掉。解除密码需要一个打字非常快的队友，解密码只有2次试错机会，每次都有时间限制，15秒必须解完。解密码需要用英文输入法，包含英文字母、大小写和标点符号。解完密码或刑具杀完人之后，所有人不看刑具，刑具就会消失。下一个大眼怪，大眼怪也类似于173机制，只要不拿手电照它的话，你看到它就会不动，任何光源照在它身上，它的瞳孔就会收缩，并开始攻击玩家。3下可以打死1名玩家，但是它上不了高处，我们可以爬在箱子上躲避它。下一个藤壶怪长得像一个五角星，它伸出一条须子，我们碰到它的须子呢，就会被它抓在上面，碰到哪个地方抓哪个地方。被抓之后每秒钟扣10%的血，可以让队友用手中物品摁 Q 蓄力对准被抓部位扔过去，把你解救下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自己把自己救下来。如果在里面发现物品的话，一定要小心，有可能是它在钓鱼。下面这个怪呢叫做藤壶球，也有人管它叫做石头。它一共有3个技能，是这里边为数不多的技能最多的怪。如果你离它是中远距离呢，它就会直接旋转吸你，直接向反方向跑，你就可以跑出去。如果你有除颤器，你可以疯狂的点击右键跑出去。如果你站得比较高，它会向你站的方向吐出毒物，并且附带每秒钟10点伤害。离开毒物，伤害立即停止。近处接触，它会勾住玩家，并开始攻击玩家，每次攻击造成50%的伤害。如果近处被勾到，那你的生还率几乎等于0。为什么不说100%呢？因为这个游戏可以卡 bug， 利用除颤器点叉之后疯狂点右键，让怪学会放手。下一个出场的小可爱是玩具熊，这个玩具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会对玩家造成很高的精神伤害。当玩家看不见它或者背对它的时候，它就会向我们大喊大叫，在游戏中经常会被它吓一跳。只要我们背对着它，它就会一直吼。下一个怪隐身者是一个四肢爬行类怪物，只要它抓到我们，我们就会持续掉血。这个怪怕光，我们只要拿手电筒照它就会消失掉。当它不攻击玩家的时候，它会瞬移。如果单人遇到的话就比较麻烦，除非你拿着强光手电筒。下一个怪蜘蛛，蜘蛛就非常简单了，只要我们不站在它的前面，被它喷射的蛛网粘到就可以了。如果不小心我们被蛛网粘到了，我们向一个方向挣脱就可以出来了。我们不要在有蜘蛛的地方待太久，不然的话蛛网越来越多，而且蜘蛛偶尔也会攻击玩家。接下来的怪呢是投掷者，也是蝎子人。这个怪呢会把玩家高高举起之后投出去，摔出去的玩家会受到总血量70%的伤害。当这个怪抓起玩家后，附近仍有玩家的情况下，他会把手里的玩家拽向附近的玩家，如果附近的玩家被砸中，也会受到总血量70%的伤害。这个怪物听觉非常好，但是眼神却不怎么好使，只要我们蹲下躲在角落不发出声音，它就发现不了我们。接下来是刀女，一个小可爱，被她发现，她就会拿刀捅向我们，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虽然她个子小，但是她能攻击高处的玩家，如果是飞扑攻击，还能把玩家击倒。只要我们绕着走，不被她直刺到，过一会儿她就会放弃攻击我们。刀女的恐怖之处在于，当你被其他怪物攻击的时候，她会过来补刀。下一个是机器狗，它身上带一把机枪，伴着红色的光，如果光线照到玩家，就会变成竖线，并且开始向玩家扫射，即使站到高处也会被它发现。近处遇到机器狗，我们也不要害怕，只要我们在它身边一直绕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别有其他怪来打扰。还有一个怪就是激光，碰到就死，那个我就不讲了。还有一些怪物作者没有出，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眼。将来更新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出攻略。目前所有的怪物机制，包括红衣教主都是全网首发的一个攻略。一个红衣教主我们就试验了2天，希望喜欢的人能够3连支持一下，谢谢大家。